Hey guys, welcome to Planky Girls. 我是彤彤，今天的主角是 opponent。opponent 平常都还是在和 reporter 在对峙的那一位，提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论点，那去完整这一场比赛。那我们今天会分成3个部分来介绍它。第一个 What should the opponent do when reporter is reporting? 第二个 14 minutes for discussion。第3个 The last minute for conclusion。 第一个部分 Reporter 在 reporting 的时候 opponent 要做什么呢？其实 opponent 那一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要看 reporter 到底报告了什么，因为那一些问题都要被记录下来，不能光靠一个要上台的 opponent 去做。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团队合作，某些人记录这个部分，某些人记录那一个部分，那汇整起来再给打字的那一位做成 presentation。所以今天这边有3个部分要做，第一个记录，第二个思考想要问什么问题，那第3个就是做成 presentation 的部分。那这边很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我们同时要接收 reporter 的东西，又要去编出我们的 presentation， 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所以通常会有一个人去负责监督说那一些东西有没有接收进来，第二个我们在打简报的那一位有没有顺利的打上去，第3个等一下要上台的 opponent 他有没有顺利的拿到我们等一下 presentation 的大纲。那在 reporter 报告完后，会有1分钟给 opponent 去厘清刚刚 report 报告上的问题，比如说哪一边没有标清楚，或者是没有讲清楚之类的。那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14 minutes for discussion， 前4分钟通常都会是 presentation， 报告说，我觉得 reporter 的优缺点，那再来的话就是进行一些质疑的部分，比如说报告者的 A 部分我觉得怪怪的，这个实验设计要不就是不精准，要不就是理念不符合。那再来的话就是1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那这个10分钟很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台报告的时候难免会疏忽一些地方或时间抓不准的，那我们台下的队友就要帮我递纸条说，彤彤你哪一个地方没有说到，这一个地方很重要，不然就是彤彤其实时间已经过去了，你要注意一下时间哦，在1分钟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可以绕太久，花太多时间在上面。那在这个部分要很注重你的 manners， 你的用词，难免在辩论的时候会有一些激烈的场合，可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应有的礼貌。那总结应该说什么呢？总结大部分说的就会是，我觉得 A 部分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还不错，我问的问题 reporter 都有回答到点。那B 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就不是了， B 部分的时候我问什么他没有回答到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我对的。或者是说 AC 部分其实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很棒，只是可惜时间不够，不然我一定会很想要再把这个问题继续问下去。我觉得这个 C 部分是整个实验的精华之类的。以上就是我介绍的 opponent。 那其实我觉得 opponent 这个角色是很多人会喜欢的角色。面对于现代来说 opponent 就像是现代的每一个人，他要突然看到这一些资讯，那要很快很快的去想，也要很快很快的去反应说这一些哪一些不对，那哪一些应该要怎么样做。而且在这一个过程中还要保持应有的礼貌。我觉得说 opponent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角色。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这一边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们每个星期一再见咯，拜拜。